蒋万安说覆巢之下无完卵，哦，那因为他那天有提出了倒阁了哈，那所以这2天引起大家的瞩目哈。那周立伦说我也没有排除，不过目标呢不是要倒这卓荣泰，目标是倒赖清德。那问题赖清德倒不掉啊，因为倒赖清德要罢免总统要修宪，哦，修宪难度很高，因为修宪你要立法院起码有2/3啊，2/3你现在哪有？没有嘛，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立法院通过，还要给全民去投票，所以罢免总统是不可能的事情，哦，所以你只有倒阁，然后呢，这个行政院长这个下台。那行政院下台以后呢，就可能有2种，一种是行政院就下台了，那总统另外任命一个新的行政院长；一种是呢，你干掉我的行政院长，我干掉你国会，然后总统宣布解散国会，重新选举。哦，那我想蒋万安之所以要倒阁，不是要干掉卓荣泰，卓荣泰怎么干掉跟不干掉有什么差别呢？都没差别嘛，对不对？现在行政院长从李登辉修宪拿掉同意权以后，就变成总统府的这什么管家一样嘛，哦，随时可以换的啊。那所以呢，他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倒阁以后要你重新改选国会。那为什么要改选国会？道理也很简单啊，因为呢，国民党我看了，起码绿罢蓝通过，起码我看是20个以上了。哦，现在35个一阶嘛，2阶大概会有20个啊。那但是呢，蓝罢绿呢，一阶虽然有15个，2阶我认为通过不会超过5个。你看好了，结果是不是这样？所以到最后呢，民进党很少人被罢嘛，被罢都是国民党。那民进党就行有余力啊，他就有力量啊来打你嘛。而且当选呢，要差不多2个人的话，当选可能要过半，罢免只要1/4啊，所以才有人说那就全部来选算了嘛。你干嘛只为了1/4？他是不是很容易把你罢掉啊？哦，所以有这样的提议了啊。这个提议我1-2个月以前就听到啊，只是因为一直没有形成一个主流意见，所以只是变成国民党里面有传来传去所以讨论而已了哈。那雅虎的民调呢？哦，是说赞成倒阁55.4%了，那反对的是10%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里面有不同意见了，像云林县长张立善就说，哦，要审慎评估哦，到时候呢，这个会不会万一全面选的不好怎么办呢？哈，那李彦秀呢是说呢，基层是支持的，而且朱立伦一直在跟立委还有县市长这边沟通结果怎么样不知道。好，那徐小新说呢，说这是稳定军心了哈，至少让大家觉得说呢。国民党也出了招嘛，不是只是被打了哈。那吴思瑶是说呢，倒阁跟罢免总统是2件事了。哦，倒阁就是倒阁，罢免总统是罢免总统嘛。哦，说朱立伦为了连任党主席慌了哈。当然了，你倒阁就给总统难看，这一个事实了。我们看一下。辛苦了，辛苦了。看到台北市长蒋万安到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双手一张，送上个大大的拥抱，再转身面对镜头方向。往哪个方向？这。对。徐小新，加油！特别在镜头前面上演大团结，或许就是因为在此之前，蒋万安抛出倒阁谏言，顿时间来内部讨论，空前激烈。所以倒阁是解药还是毒药？谈倒阁都是要倒掉赖清德，不要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分裂在野党，分裂国民党。就是担心内部分歧，但即便遭部分党内人士批评不切实际，也有人分析，若没解散国会，此举弊大于利。蒋万安态度依旧坚定。倒阁当然可以是一个选项，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这样的主张就是一个反攻的起点。说穿了，其实人民要的很简单，不被民进党及少数侧翼挟持，不必担心司法介入，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决定谁来代表民意。一言既出，就不反悔。梁君怎么看？但是现在这个蒋万安市长抛出倒阁这一个我认为其实2个部分了哈。第一个是其实刚刚我们看到说很多国民党内有一些人赞成，有一些人反对，或者是有认为应该要审慎再思考。但是我觉得这也点出一个国民党现在很大的一个隐忧，也就是说看起来国民党的朱立伦主席在这一次大罢免的整个战局当中看起来大家是觉得说这个主席是有点弱了哈。就是说从过去大罢免一开始到现在，其实也很多的蓝委自己也有曾经私下或者是公开在媒体上面也有讲说，现在国民党应该要拿出面对大罢免一个更具体的行动，或者是一个更上位的大战略。那直到蒋万安正式的在媒体前讲出倒阁这2个字之前呢，其实在国民党内比较上位的一个大的战略看起来确实是比较没有，就是说大家看起来每个蓝委都各自的来好想办法来巩固自己在选区里面这些支持，或者是举办各种这个中小型的宣讲活动，但是在更上位的这个战略目标看起来是没有。那当然现在蒋万安抛出了这个新的战线了，那只是说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国民党党内看起来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而且我觉得接下来其实党内大家也得面临数学问题啊，就是说到底倒阁之后，如果真的来进行全面改选的话，对于国民党在国会的席次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第一个是，当然这个我必须说首当其冲恐怕是民众党了哈，就是民众党可能原本是8席嘛，那会不会在倒阁如果真的国会改选之后，席次是不是会减少？这个恐怕不知道，这个民众党他们自己恐怕也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如果是国民党的话呢，接下来如果他要全面改选，第一个是不分区恐怕也得重排。那如果重排的状况底下，我们看到说朱立伦主席其实也对一些不分区的委员也是一直以来都很头痛啊哈。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分区的委员面对这样子一个倒阁的想法或是倒阁意见的时候，他的看法恐怕就不会是跟蒋万安同调。那也就是说，接下来国民党内他就要面对说，到底在我们讲说冲组哈，或者是比较这个保守派之间要怎么样去想办法的平衡，然后去找出一个新的目标。因为如果其实蒋万安抛出这个倒阁啦，我认为就是他稳赚不赔啦。为什么会这么说？第一个就是说，如果真的倒阁，万一国民党真的选的席次不怎么好的话，那其实就是剑指党主席朱立伦嘛，那你得负责嘛。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最后没有进行倒阁，然后还是继续由大罢免往下走，然后大罢免的席次也确实让国民党的席次减少的话，那么蒋万安也大可以出来说，我告诉你啦，我已经跟你说过了，用倒阁或许有另外一个新的方向跟启动一个新的契机，对国民党而言。所以我觉得现在大概是整个球通通要抛回到朱立伦主席身上。那明天这朱立伦主席跟黄国昌之间就这个在野的部分要去怎么谈，这恐怕也是因应倒阁之后在野党之间还是要彼此去思考，接下来如果倒阁了，国会席次的彼此消长。苏慧。其实我们今天有好几个议员在党团里面在讨论这件事啊。我没有想到的是，大部分的议员都非常支持就是倒阁跟他拼一次啊。而且这就是一个胆小鬼游戏啊。刚刚亮君说，哎呀，倒阁以后解散国会重选大家席次不知道会怎么样。我笑赖清德不大啦，还没有那个胆解散国会啦，他就换个行政院长了事啦。大家想想看，现在对于蓝绿来说，国民党可能有20个要重新选，民进党可能只有3、4个要重新选。民进党的那些现任立委不分区，难道他们不怕重选吗？他们更害怕，他们想说，本来天下无战事，西线无战事，不关我的事啊！结果你赖清德干嘛把我一起解散国会？所以这是一个胆小鬼游戏啊！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会说，那蓝白之间会不会立场不同？其实我们今天就在说，其实我觉得民众党这一次可以不参加这一战，为什么？因为柯建铭呛啊，你敢提我就支持，那就蓝绿一起支持倒阁就过啦，对不对？那国民党就提嘛，看你民进党敢不敢跟嘛。你民进党如果连倒阁都不敢跟的话，那你柯建铭之前在呛什么虾呢？我就说这个就丘陵谋大嘛。那吴思瑶马上就说了，没有，我们不随之起舞。所以我就说倒阁这件事，后面是到底换阁揆还是解散国会？民进党自己内部就会先出乱子了，最后一定会倾向于换一个人就好了，我就换一个卓荣泰就好了，我干嘛把我民进党所有的立委一起摆上赌桌去重新选呢？但是对国民党来说，我们从去年到现在一直扮演的是守方反罢免也好，或者是司法不公也好，都是民进党先挥刀，我们拿起盾牌来一直守。但倒阁这件事情是第一次我们可以主动出击，所以对基层支持者来说，他会觉得 OK， 终于你国民党有一个可以主动出击的一个选项了，所以才会在蒋万安提出以后，其实我们走访基层，真的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就解散国会啊，大家来拼一次嘛，你民进党有把握多数，那就重选啊，为什么只去罢国民党呢？你为什么不敢加入重选呢？对了，就是说，因为蓝军的问题是罢免，他们很多人不去投票了。本来就是，他就觉得说，我也反对罢免嘛，我干嘛这个去了，我就不去就支持你了嘛。但选举的话，就全面会动员，大家都会出来了。对，所以差别是这个地方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明天国民党跟民众党要开领袖峰会了要共商国事说可能要讨论关税啦、反恶霸啦然后呢，因为国民党26号办个大游行嘛
那民众党要不要一起参加共襄盛举啊？可能都会讨论了哈。那据说是国民党副秘书长先打给民众的秘书长啊，然后就说呢，因为主要他们目前面临这个几乎相同的状况啊，就民众的主席柯文哲被抓了也就抓了哈，压到现在实在是太久了，压这么久哈，我觉得这也很奇怪啊，这已经超出一般的这个状况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国民党最近也开始连续被约谈嘛，各地哦，然后呢，还台南市党部副主委也被压了，哦，那个花莲的民政局长被压了，啊，本来还要压那个台北市的黄旅主，还要压黄旅主委哦，所以呢，就看起来啊，而且我不认为就结束了，我认为接下来就剑指国民党中央党部了，哦，那朱立伦下午就被警察传，那是为了集邮法了，但是未来一定会传。哦，这个联署啊等等啊，那民进党秀了一招了，因为伪造文书其实这个罪很小，5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法律上5年以下徒刑，这个中心这边其实是轻罪了哈，5年以下徒刑，如果判刑在这个几个月以下，还可以这个一颗罚金嘛啊，所以表示5年以上就比较严重，以下因为以下可以下到很下嘛哈，那以上是至少要这么3年以上，至少要3年，那就比较严重哈。所以呢，本来不是那么大的罪，以前我也很少听说，因为伪造文书啊就被什么全面搜索，检察官全面出动哦，然后呢搜索啊，这个声压人等等哈。但是最近我们看到民进党的策略就是说，他这不是只有伪造文书啊，这叫组织犯罪啊。你国民党是一个组织，一个黑帮跟黑道一样哦，你各地的党部呢就像你一个什么堂组、分堂组，然后各地呢这个联署呢集体有这个伪造文书的情况呢，就是集体犯罪。所以呢，因为有组织犯罪，所以检察官就可以大动干戈啊。所以最近看到像黄捷他们都在讲，说这是组织犯罪啊，组织犯罪啊。所以本来我想组织犯罪是针对黑帮嘛，怎么搞到政治团体呢、政党呢？哦，他们现在这个就叫组织犯罪啊。好，那么所以呢，朱立伦要跟黄国昌见面，说呢，民进党变成共产党的形状哦，什么叫形状啊？就形状很像啦，意思啊。然后呢，这个他们也要商量要不要一起上凯道啊？要不要号召上凯道哈？所以呢，主要就因为对抗司法了啊，司法抄家嘛啊，等于是对民众党来讲啊，头已经抓起来了；对国民党来讲呢，也是呢在现在进行式哈。那民众党是完成进行式哈。那另外呢，在哪里呢？说看到了，说叫做兆基商务中心啊，南京路4段我是不知道这地方是什么，大概是一个商务中心了等等啊。因为在这边党不开也不好，在那边党不开，干脆找个第3地哈。那吴思瑶就说：“你们是干嘛开什么会？是要讨论民生，还是要搞政争啊？哈，到底怎么回事？哈，不弄民生。”黄国昌就说：“我不是只愿意跟朱立伦见面了，如果赖清德愿意，任何时间地点我也可以跟他见啊，不是只有跟国民党见啊。”我们看一下。台湾的民主已经被一个独裁者赖清德快要毁灭了，所以我特别跟民众党黄国昌主席，我们预计在后天早上见面。继总统大选前的蓝白协商后，两党要重启合作，对22号上午这场在野领袖高峰会，民众党表示，台湾面对内忧外患，在野领袖必须承担责任。建议执政者独裁蛮横，此时此刻在野对话急迫且必要，双方应求同存异，寻找共识共商解决之道。前面砍向了民众党，现在面对他是对付国民党，强化跟民众党在国会的合作是必然的。不是赖清德一个人说了算，在野党对于国家的忧心，希望共同来一起携手，团结台湾社会，全程公开给所有的媒体朋友采访。会议预计聚焦司法争议与如何因应关税危机，但虽名为在野领袖峰会，黄国昌抛橄榄枝要赖主席参与。其实赖清德主席能够一起参与的话，我相信是国家之福。那当然，赖清德主席或许他的公务繁忙，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开的。民众党何必跟国民党开高峰会？民众党就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从来都不敢违背国民党的意思，就是亲共。国家利益优先，但即便共同目标已经很明确，两党互信仍是这场峰会的第一要件。林俊宪有酸了，林俊宪说黄国昌都听傅昆萁的了哈，附水组织这个傅昆萁的附水来。去看赵大哥刚刚说，民进党可能用组织犯罪办国民党，那这个所谋就变成是朱立伦哦，好，那就是印证我们一直在讲的
今天的柯文哲，明天会不会变成就是朱立伦的？从8个多月前，我们就一直在提醒这个事情了。民进党无所不用其极，司法已经变成他政治的这个打手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在提醒说，柯文哲之后下一个会是谁？你看是现在进行式，这段时间你看看，这个国民党这个台南市党部的副主委跟组长已经收押禁见1个多月了嘞，然后到台北、新北。一下又到高雄，现在又绕回来，连台北市党部的主委都被声押了。你看这是多严重的一个事情。今天媒体本来一直在传说，内政部长刘世芳已经讲了，他说啊，那一天啊，朱立伦带队，对不对？谢龙介带队，他们到这个北检前面去抗议，他说个叫违法所谋，他们最近就要传了，这是一条。今天下午3点，今天已经约了，对，这是一个。然后现在更严重的，你刚刚讲组织犯罪，赵大哥讲的，他是什么？你这个幽灵或者往生者这个联署，他不是用伪造文书来办理。他就一步一步咬上来，从地方党部一直到台中市党那个台北市党部，一路咬上去就到中央了。所以我刚才讲，现在司法迫害是一个严重的现在进行式。那为什么有明天这个很重要？国昌跟这个朱立伦要坐下来好好谈，因为最近这1-2个礼拜里面，这礼拜有2个很大的议题一直在发烧，一个是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了倒阁这个事情，倒阁他背后要做的什么事情？全面改选嘛，国会全面改选嘛。我必须讲，就是这段时间碰到国民党或者某些在野人士，确实这个整个气质有比较高昂一点，我觉得有起来。可是老实讲，碰到2个问题，到现在是没办法解决的。台湾民众党这个非常理性务实，可是我们就提醒2点：一个，现在虽然全面改选是一个新的这个民意的解释，我认为在野党应该是有机会是赢的，是会赢的。可是如果赖清德他没有同时改选，那你中间的立法院你又选得很好，也没有用啊。基本上现在整个国家真正的乱点是谁？就是独裁嘛。那赖清德完全还是站在那边纹风不动，这是一个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可能是更严重，依照宪法这个规定，如果有紧急命令或者是戒严，那你前面改选的时候，国会立法院是60天不见了，这60天有出现这紧急状况，你完全监督任何力量都没有了。大家想象一下，南韩尹锡悦发布这个戒严令的时候，他们的国会也是怎么样？爬过那个围墙，然后爬过那个荷枪实弹那个金井。进去开会才把它撤销掉，那万一在这个立法院如果60天空窗期的时候，如果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如果赖清德宣布了紧急命令或者是戒严的时候，台湾怎么办？搞完弄到后来，你连立法院的改选都不见了，这2个问题要先处理。所以，我们经过这段时间，我们民众党内部一直在讨论，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没有错，丢出这个倒阁这个议题，我觉得蒋万安提出之后，整个在野党看气势是往上。可是如果解决不了这2个问题，这个就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就说，先从议题上的一个整合，这是第一个倒阁。那第二个就是现在大家已经很清楚看到民进党的手伸到这个司法里面来了，他已经是从8个多月前的柯文哲，你看没有政绩的状况之下，他进去你的家柯文哲家里面，然后从民众党中党部也被收手了。结果现在一路这样烧下来，国民党很多地方党部被收手了，哪一天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也可能会被收手？朱立伦有可能会被声押禁见吗？我今天在那个司法委员会，我就特别问了法务部部长，我说你想一下，全世界民主国家有哪个国家因为伪造文书或者是什么各自的这个问题，去搜索在野党的领袖的家里面或者是党部？没有吧？我说台湾现在已经不只是民主得退路了，他已经往那个戒严跟那个整个那个专制独裁那个方向在走了。那这个一定要挡下来，所以明天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议题，怎么样避免这个司法再继续追杀在野党，然后挖了整个我们台湾民主法治这个根，是明天重中之重。我们明天还要讨论，想出一个可行的一个办法。你问他有没有这个例，他怎么回答啊？他怎么回答你？他回答不出来啊。他说他这部分那个法务部长，他说他这部分他没有国外的状况，他不清楚。我就说你要做一个有国际观而且有民主法治素养的这个法务部长啊，你一定要去了解嘛，你回去要查一查每个人家民主国家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我会叫他1个礼拜内给我一个详细的调查报告。你下次跟他讲说好吧，你国外不懂，你国内你举个例子给我听听看。对啊，国内钟继兄。其实我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说蓝白其实这段时间在国会其实非常多的合作，而且就我们合作的非常的有默契。那绝对不是说谁是谁的小弟或谁一定听谁的，我觉得这指控都是搞不清楚状况。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法案，我们在提出的时候，其实民众党跟国民党意见是不一致的。譬如说我们选罢法的修正，我们想法就不一样。我们有很多想法是不一样，但是我们想法一致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团结，大家在一起。那至于说有人开始譬如说有一些黄捷委员说这个伪造文书这个什么组织犯罪，其实这都完全
我不喜欢再讲人家法盲了，但是真的搞不清楚法律的规定了哈。那这个讲说组织犯罪，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离谱。我们台湾的法律不是这样哈。不过说民进党用这条罪来办国民党，你也不要太压抑。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伪造文书它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除了它的罪法定刑不重之外，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它的罪值，它的值也不是那么的严重。所以有人说啊，那窃盗也是5年以下啊，伤害也是啊，那为什么这些罪有时候就会羁押或等等搜索的？不一定啊，因为有时候那个伤害或什么，我不要让你再去打人，所以它有羁押的必要性。哦，那窃盗他有时候是怕你再继续偷，那有羁押的必要性。但伪造文书真的非常非常罕见，我几乎没有听过这种东西还可以羁押，甚至是大规模的搜索。所以其实我回过头来还是讲，伪造文书是不是犯罪？是，这一点大家都没有意见。但是司法面前不应该有不一致的对待。司法面前，人人应该平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在法律的运作上面，要考虑一个点，就是手段以及目的性。你今天要达到什么目的，所以你才施以什么手段，两者之间如果有很大的差别，那就是违反比例原则。那我今天个人认为说，你在查缉伪造文书这件事情上面，你就是大炮打小鸟，你就是这个上面即使有人去抄，那你也不是用这个方式去处理。更何况你再回过头去看韩国瑜那个时候被罢免的时候，有多少人其实他这个他那个是死人的联署或等等联署有问题。当时的中选会是等到选举完之后，他才移送地检署。那地检署认定也是认为说，因为这个联署站的这些人发起人，他们并没有这个审查的能力，也没有这个权限嘛，所以他交由国家去处理呀。那今天有人拿了一堆联署书到联署站去交给联署站的人，联署站人收受之后，如果里面有问题的话，那今天是不是告诉大家，我如果要导弹，那我就去对方阵营，我就交一堆假的去给他，然后让他们出事，让他们自爆吗？所以这个东西难道司法都没有考虑进去？好，你今天就算你考虑不够周延，你可以去看看当年韩国瑜罢免的时候，人家的思考是多么缜密。当时的检察官认为说他们就没有审查的能力嘛，那当然就不会起诉啊。那怎么今天变这样？基本上伪造文书哦，你看那个法条，伪造文书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才有，不是只要伪造文书就有罪，要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那问题他这个一阶段联署，你一下就踢掉了。他现在户政很厉害啊，他对到那个户政的资料里面，谁死了谁什么，一下就踢掉了嘛。所以他并没有因为这个联署就真正的罢免了谁嘛，所以他生了损害于谁？生损害于谁？没有生损害于公众，也没有生损害于他人啊。啊，所以这个，而且这种东西是这样，所谓不教而杀谓之虐了啊。如果你以前就是都很严办，那也没话讲，大家知道，以前都是剃掉就完了，没有办过嘛，对不对？那你现在要不然你就事先警告，我告诉你们这次只要给我干，我就怎样，好像也没有听到这个风声嘛，然后突然就严办，这有点奇怪啊，因为很多人会看以前的判例嘛，以前做事情没有这个例子啊。而且是检察总长出来叫大家各地要严办。这就很不好，对，那才是组织犯罪。然后呢，这个叫国家机器长组织犯罪。然后呢，这个另外就是说，韩国瑜那个案子，我仔细看那个不起诉处分书了，当时有45个，就是写错，就是认为是有伪造文书，95个死亡联署，95哦，然后有21000多件，那更荒谬，说呢。联署书都要写日期嘛？啊，不，对，就是那个联署日期写了就是2008年12月26号，这什么日子你知道吗？韩国瑜是2008年12月25号就职的，2018年是2018年12月25号就职，就职第二天2万多个日期是那一天，那你说这有没有问题？检察官说没问题，说为什么？检察官说发起人怎么知道谁呢？我怎么去检查呢？而且中间有很多各种可能啊。哦，5个被告包括李进勇了。哦，当时他们也告李进勇，5个被告4个传都没传，连传唤都没传，通通不起诉处分。当时是这样子办呢，对，这也是个判例啊。法院除了法条要讲判例啊，以前情况怎样不是这样子吗？就要再回来。